今天马老太没有练太极拳，林永新和孩子们也没上山。吃完早饭，林永峰领着家里的人去祭拜林大山去了。林永茂没跟着去，躲在屋子里说什么都不出来。马老太呢也没跟着来，用老太太的话说，受了这么多年苦，好不容易将人熬走了。你娘我不去刨他坟，那都是看在夫妻一场，你还让我去祭拜他。林家军正在营帐旁的空地上练兵，林家人路过时，士兵们齐齐喊了声将军，那声音气势如虹。林永峰却只是淡淡的颔首，示意他们继续。家里人这才真正的意识到林永峰当官了，还是挺大的官。林初一跟在方兰身后，看着那千人的军队花架子一般的耍刀弄枪，暗自摇头，真弱。一行人往家走，经过村里的时候，有人三三两两的过来打招呼。然而对于村里的人的热情，林永峰只是面无表情的点头。他不是林永茂，更不是那种以德报怨的圣人。因为林家老宅他们家人被人孤立的时候，因为他爹和大哥胳膊肘往外拐，他娘去老宅那里闹的时候，那时这些人嘴脸可不是这样的。以前的冷嘲热讽他不搭理，现在一样不愿意搭理。呸，不就是当了个官吗？看那一家子的嘴脸呢，我看光是沾不到喽，可还得防着他们报复咱们呢。林月兰站在他旁边，看着越发引人注目的林翠儿，手指头都快被他给绞断了。就在刚刚林永峰走过时，他上前喊了声二叔，结果林永峰连个眼角风都没给他。明明他也是林永峰的侄女，都是一家人，他竟然不买他的账，凭什么林翠儿那个贱丫头就能借这么大的光啊？一想到如今看他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蒋家人，林月兰就气得抓狂。若是他们家与二房的关系没那么差，如今的蒋小武就是哭倒在他脚下，他都不会多看一眼。归根结底啊，都错在他奶身上。要是他奶以前眼皮子没那么浅，他现在就是将军的侄女，巴结他的人比比皆是，还用得着去看别人的眼色吗？越想越气，林月兰一个没忍住，冲周氏吼了一句：还不是都怪你！将一切看在眼里，林初一觉得就这事而言，林永峰干得还不错。木间从玉林山上下来后就一直在昏迷，等到人醒过来，得知林永峰回了林家村，挣扎着就想起身追上去，得知林永峰去祭拜老爷子了。木间在军帐里等了半晌，终于将人给等回来了。将军，木间长发微乱，脸色苍白，那楚楚可怜的模样，看得人直起鸡皮疙瘩。对于木间的问题，昨天晚上林永峰才被家里人针对过，本来平时就不怎么搭理木间，这会儿更是显出了一张冷脸。既然无事，便归队吧。自己受了重伤，醒过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见他，没想到林永峰会是这种态度。木间脸色又是一白，终于恢复了几分理智，抬眸去看林永峰身边的林家人。当他看到方兰那张脸和一身宛如幽莲般清冷高贵的气质时，顿时又变了脸色。怎么回事？一个村妇怎么会有如此姿色呢？难怪将军时时刻刻念着她。这位就是嫂子吧？果然容貌不一般，难怪这些年将军时时想着你，就连受伤昏迷的时候念着的也都是嫂子的名字呢。此话一出，众人看林永峰的眼神都带上了同情。哦，原来你受伤的时候都是这位在照顾呀，这得是什么情分啊？林永峰脸色黑了黑，他昏迷分明都是顾太医在旁照看，至于昏迷时念着谁的名字，跟他有什么关系？就在林永峰不知道怎么解释时，方兰微微一笑：军中无医女，多谢这位穆副将出手相助。说来你父亲穆坤与家兄还有几分渊源。木间一愣，想过方兰会生气，会装作不在意，但没想到会从方兰口中听到这种话，一开口就将他的身份踩到了泥里，与他爹有渊源。怎么，嫂子在这种乡野的地方还认识我爹呢？这位是镇国将军府方老将军之女方大小姐，她认识你父亲并不奇怪。许久不见了，方丫头。顾太医。方兰挺意外，您怎么？不怪他惊讶，这位顾太医可是他娘方老夫人母族那边的人。老夫依你娘的意思，站在林将军身侧，我这一把老骨头除了会点医术也不剩什么了。方兰听了这话，瞬间红了眼眶，心中微涩，错了，是他错了。
京城那边来信，他从未回过一封，后来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京城那边任何的消息了。他一直以为母亲是对他失望了，没想到娘这是换了个方式，默默守着他们。林永丰也挺感慨，虽然方老夫人是为了自己的闺女，但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他接受了自己这个女婿呢？在他还不是将军，甚至还不是个副将时，就接受了他。这2日安排好家中事务，我们就启程去京城。2个人温情似水，丝毫没人发现穆坚的身子摇摇欲坠，那张脸上也不知道是嫉妒还是震惊，都没个好颜色了。见2人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旁人，林永新冲顾太医做了个请的手势。家中简陋，这位老先生若是不嫌弃，请移步家中坐坐吧。老头子，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什么简陋不简陋的，只是暂时的容身之所而已。住的。对，回家坐坐。见人要走，等了半晌没见到有人搭理自己的穆坚，终于反应过来，抬脚想要跟上去，却蓦地对上了一双似笑非笑的眸子。啊，真巧呢，咱们又见面了。是你？看到那张熟悉的小脸儿，穆坚心口就是一阵血气翻涌，先是被方兰刺激了一下，又被林初一给刺激到了。这会儿竟是抽出腰间的长剑，不管不顾的就朝林初一刺了过去，速度之快，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紧接着穆坚整个人又飞到了半空，同样的姿势，同样的角度，咔吧一声，不知道断了几根肋骨。落地后，穆坚一口鲜血喷出，看呆了一众林家军以及林初一的亲爹林永丰。刚刚发生了什么？他们是眼睛花了吗？穆副将要杀将军的闺女，然后被将军的闺女一招给打残了。这回是真惨了。妄图对将军的亲闺女2次下杀手，罪加一等又一等。不过我知道这是个误会，军法处置就不用了。去京城的路挺远，我们路上呢，再好好培养一下感情吧。说完，林初一扭头，牛逼哄哄的走了。一众林家军瞪着眼，霸气，太他妈霸气了。林永丰被林初一那句将军的亲闺女给镇住了，哎妈，心里怎么就这么得劲儿呢？顾太医挺纠结，他是去做客呢，还是留下来医治穆坚呢？但想想对方家的外孙女动手，估计回京以后也活不长，就这么吊着吧。把人抬进去，我那药箱里有瓶红色的药丸，给他吃一粒。是。方兰回了家才想起来没发挥好，被闺女抢戏了。不过顾太医在，方兰转头就忘了这茬。这下轮到林永丰怨念森森了，他媳妇儿光顾着打听娘家事儿，竟然一点吃醋的感觉都没有，这是不在意他吗？是吧？顾太医从袖中拿出一封信，正是方兰唯一让人带去西北的那一封。当时情况特殊，正是攻城之际，我怕扰乱了将军的心神，也没将信交给他。后来林永丰重伤，休养了1个月，他都将这事儿给忘了。路上倒是想起来了，不过看穆坚一直在林永丰身边转悠，顾太医想着反正人都回去了，就没了拿出来的念头。林永丰伸手去接，却被方兰先一步抓在了手里。既然回来了，不看也罢。林永丰顿时又是一脸的怨念，但媳妇儿给他写信了，林永丰还是很高兴的。他一直以为当初方兰嫁给他是不情愿的，但他稀罕方兰，愿意为他去拼。现在想想，方兰其实也没那么不情愿。林永丰握了握方兰的手，微微一笑，看着他那一脸蠢样，林初一大度道：今晚我跟奶睡，少子，你去跟小叔一起睡去。林永丰一听，嘴都快要咧到后脑勺了，果然是亲闺女啊，爹的贴心小棉袄。林永新表示他一定找个媳妇儿。将军，齐国公府的老国公也来了。屋里的人闻言顿时面面相觑，这里距离京城快马加鞭也要半个月的路程，齐国公府的老爷子为什么会在这儿呢？还找到这儿来了？下官林永丰见过老国公。哎呀，都别客气，老头子今天不是来找你的。能看出他很是疲惫，唇色苍白，却是一副温和的模样。不是来找我的？林永丰看了顾太医一眼，见对方一脸病殃殃的，难道是来寻医的吗？齐大夫一眼看到了人群里站着的林初一，眼睛一亮。就是这个女娃娃。那老者啊也是眼睛一亮，他也认出来了，当初迷迷糊糊的就是这个小姑娘站在他的旁边，
见他要醒，又抬手将他给打晕了。林初一抿了抿唇，暗暗无语。都过这么久了，竟然还能找上门来。是的，当初那颗归元丹只是治好了这老头的内伤，对于毒素只有压制效果，解不了毒。当时他手里并没有解毒的丹药，但看到那个齐老头又是扎针的又是探脉的，这么久过去，那毒还没解呢。齐大夫表示毒是挺好解的，可每次以为余毒清掉了，没过几天依旧会有毒素越积越多，毒性很特殊，容易反复，且一次比一次厉害。这么折腾下去，老国公的身体也受不住。要不是试了多次无果，他们也不会死马当成活马医，找来这里。小姑娘，你可还记得我呀？我解不了你的毒，你们另找别人去吧。小姑娘，那天当真是你出的手？林初一看了他一眼，并没承认，也没否认。他指了指一旁的顾太医，甩锅。我不是大夫，他是，你们可以让他看看呢。顾太医，你也在这儿啊？周老国公别来无恙啊！顾太医乃是宫中3大太医之首，几年前突然从太医院离开，朝中都以为他告老还乡了，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不过当他看到林永峰身边的方兰后，突然就明了了。京城一直在传方家大小姐失踪多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原来是嫁给了乡下的一介草民。推算一下这位林将军入军营的日子，周老国公瞬间就对林永峰多了几分欣赏。这后生能走到这一步，可能是有方家一份的保驾护航，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凭着自己的一股拼劲儿。老国公可是身体不适？是有些特殊的状况，有些复杂，还请顾太医给诊诊脉啊。就有劳顾老太医了。林初一不想掺和他们的事儿，利落的一扭头往山上去了。不过林初一刚走到山下，还没来得及上山，就又回去了。周易和丁岩来了，一起来呢还有吴县令。吴县令是听了林家军来到林家村才匆匆赶来的。在听说林永峰便是方兰的夫君，是林初一的亲爹时，吴县令眼珠子就快瞪出来了。一行人到了家门口，听说齐国公府的老国公爷也在这儿。吴县令惊讶地看了周易一眼，周易愣了愣。齐国公的老国公爷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那不是我爷爷吗？周易那叫一个激动爷爷！喊出口，屋里屋外的人都愣住了。一片静默中，被他抛在一边的汗血宝马默默地张嘴咬起了地上的缰绳，自己往大柳树上绕了一圈，然后看向吴县令身边的赵师爷：快来个人把我拴上。这就是吴县令前来的另一件事儿，他是来送马的。这2匹马他是不能要了，拴在马棚里，时不时就咧嘴笑一笑，高兴了还能自己去后院溜达溜达，太吓人了。你是小义子？原来是周公公呢，谁见了？去你的！祖父，我都这么大了，您能不能别这么叫我小名了？你真是小义子？没错，一定是。这张脸跟你爹年轻时一模一样。孩子呀，你出来了，怎么不回家呀？周易无语，听着怎么像是他刚刑满释放，没脸回家一样。但见周老爷子眼圈红了，周易有些愧疚。本来是打算回京的，路上发生了点事儿。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遇到危险了？没。对了，祖父，你怎么会在这儿？眼见着祖孙俩相认，林永峰瞟了门口的林初一眼，看看，这才是至亲相见该有的场面。顾太医却和齐大夫对视一眼，齐齐用手捋了捋胡须，目光微闪。周老国公这位孙子记性挺好啊。齐国公府就这一根独苗苗，2岁那年被鬼谷门的大长老强行抢走当徒弟去了。这2岁的娃呀，过了10几年，竟然还记得家里人长什么样。林初一忽视掉老爹带着深意的眼神，回头招呼了一声，让丁岩进屋里来，别在院门口戳着了。丁岩摇了摇头，他是来跟林初一告别的。这2天他体内的阴气在隐隐翻腾，鬼谷似乎有提前苏醒的迹象。他想找个地方闭关，放手与体内的鬼谷搏一搏，输赢反正也就是一条命的事儿。有多少把握？一半一半吧。林初一抿了抿唇，从怀里拿出了一个小瓷瓶，递了过去。这里面有3颗归元丹，
跟上次跟你的那种一样的。想了想，他又拿出了2颗地灵丹，补充灵气的，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带着吧，万一用上了呢？丁岩没有拒绝，将2个瓶子收起，道了声谢谢。你决定好要去哪里闭关了吗？还没有决定，应该会是比较凶险的地方，最起码要能躲得过血煞阁的眼睛。鬼谷一旦牵动，那个男人一定会有所察觉。想要扼杀鬼谷，最起码要找一处连那个男人都有所顾忌的地方。丁岩心中其实有个方向，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从那里回来。我可能要去京城了，希望你还能有来找我的一天呢。丁岩颔首，冲林初一抱了抱拳，转身离开了。看着他的身影渐行渐远，林初一目光闪了闪，很强的鬼气。但愿那柄黑刺里的鬼物没有要夺舍的打算。我家底儿都给他了，你就别担心了。我爷爷中了毒，你帮他看看能不能解。我手上没有解毒的丹药的，你问我也没用。需要什么药材我去找。嘿，不错嘛，真是你爷爷的大孙子呢。别扯淡了，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呀？林初一走到老国公身边，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将手搭在了老爷子的脉搏上。他体内有毒种，属于蛊毒的一种，普通的药材是能解，但是毒种在就会继续产生毒素。对，是这样。解了毒之后，没过几天，毒素就会再生。顾太医也点了点头。两人惊讶于林初一小年纪竟然懂医术，且看样子还颇有造诣。见顾太医和齐大夫点头认可，林永峰愣了。他闺女还懂医术？他闺女才多大呀？但转头看看马老太和家里的人，竟然没有一个意外的，就连他媳妇儿都是一脸理所当然的模样。林永峰胸口一闷，他回来这么久，竟然没有一个人告诉他这些事儿，所以家里还有多少事是他不知道的？周易的目光却是蓦地一冷。祖父，你是不是遇到了血煞阁的人啊？一群黑衣人，脸上戴着面具，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血煞阁啊？老国公是收到了周易离开鬼谷门的消息，才出来寻孙子的。10几年前，2岁的周易突然被带走，齐国公府掀起了轩然大波，派人一路寻找。老国公甚至去皇宫借了御林军，但鬼谷门向来神秘，哪是普通人说找就能找到的？这一找啊，就是10多年。前不久家里突然收到了周易离开鬼谷门的消息，说是惹上了麻烦，可能会有危险。听到儿子有危险，周易的亲爹急了，可他是朝中重臣，朝廷那边走不开，于是在家养闲的老国公坐不住了，一路啊千里迢迢的就去了消息传出的地方，却没想到被人一路追杀。周易后槽牙咬得咯咯作响，林初一摸了摸下巴，上下打量了一下周易。你家就一个吗？不会是姨娘想上位，想要弄死你和周老爷子吧？周易一愣，看向自家祖父。周老爷子咳了咳，瞥了林永峰一眼，有些不自在的道：你母亲去世后，你爹身边一直只有一位姨娘，你也只有一个庶出的妹妹，今年12岁。林永峰默默地移开了目光，装作什么都没听见，心中却是对林初一竖起了大拇指。闺女啊，这可是齐国公，你是什么话都敢说啊？林初一却只是哦了一声，就好像刚刚的话题不是他提起的一样。如果那些只是普通的杀手，那就不用太过在意，但如果真的是血煞阁的人，我劝你最近别那么招摇了。周易显然也想到了这点，脸色有些阴晴不定。林初一却是冲齐大夫一伸手，把你给他解毒的药材给我一份。那药方我都试着改良过多次了，可依旧会反复。药材他倒是带来了，可是真的要让一个7、8岁的小姑娘给老国公解毒，怎么解啊？药材都是他们准备的，没用啊。给他吧。既然一儿相信这位小姑娘，老头子我也相信她。齐大夫这才将带来的药材给了林初一。林初一接过封存好的药材看了看，丢下一句：等着。人就不慌不忙地出了屋子。齐大夫伸长脖子去看，收回目光后与顾太医对视一眼。熬药吗？不该吧，小丫头去的地方好像不是厨房呀。林初一当然不是去厨房熬药了，他是找个没人的地方进空间炼丹了。不是药方没用，是药材里的药性不够。等待的过程中，周易坐在了周老爷子的身边，低着头想事情。不要担心，
做到祖父这个位置，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不要因为这个乱了心神。先回京，回了家再做打算。祖孙俩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天儿，其他人呢却只顾着往门口观望。其中要数齐大夫最甚，迫切的想知道林初一到底能不能解了老国公身上的毒，还有当初他是怎么治疗老国公的伤势的。马老太见自己没啥事儿，也插不上什么话，想着天色不早，留人吃个饭吧，就带着2个儿媳妇去了厨房忙活。方兰想去帮忙，被马老太留了下来。这种场合你还是陪着一起吧。吴县令和赵师爷尴尬地站在角落里，想上前见个礼，却发现这会儿谁都没有要搭理人的意思。吴县令觉得自己今天来的好像不太是时候。林永峰心中也很焦急啊，闺女到年才9岁，那可是3朝元老啊，活得好好的，不能今天就交代在他闺女手里了吧。半个多时辰的等待，在屋里的人各怀心思，各种心不在焉中，林初一终于回来了。一共5颗，100两银子，谢谢。先记账，回京后给你。打从知道林永峰是林初一的亲爹起，周易就知道他一定会去京城。周易打开瓶子，一股极其浓郁药香瞬间弥漫在屋内。齐大夫和顾太医心下一惊，齐齐站起身，一颗深褐色的丹药出现在周易的掌心，珠圆玉润，品相极好，似乎还透着某种莫名的光晕。这是哪些药材制成的？顾太医望着周易手中的圆滚滚的丹药，眉头微蹙，沉思了片刻，不知道想到了什么，蓦地瞪大了眼睛。这是丹药？顾太医激动地往前一步，死死盯着周易手中的那枚丹药。是丹药，的确是丹药。心中波涛汹涌，久久不能平静。炼丹之术不是没有记载，历代帝王都想要长生不老，一批批装神弄鬼的道士招进宫，享受着最高的待遇和崇敬。但炼出的那些所谓的丹药，其实都是一些大补的药丸。别说长生不老药，就是真正的丹药，都没人能炼得出来过。没想到今天让他在这个小小的山村之中见识到了，还出自一个7、8岁的幼童之手。难怪呀，难怪有如此功效，原来是丹药。见俩人有要伸手的念头，周易眼疾手快地将丹药塞进了周老爷子的嘴里，然后一把将瓶子塞到了挎包，速度之快，生怕2个老头扑上来抢夺。周老爷子也挺意外的，丹药猝不及防的入口，瞬间化成了一股暖流，顺着咽喉而下，慢慢游走在4肢百骸。不过片刻的功夫，老爷子的苍白脸色就红润了起来，唇色也恢复了正常，那种心口被压迫的感觉一扫而空，浑身上下是从未有过的轻松舒畅。齐大夫和顾太医一人一只手把着周老爷子的脉搏，亲自感受着老爷子身体的变化，皆是一脸的惊叹。太神奇了，果然是传说中的神药，简直是神迹啊！顾太医转头看向了林初一，目光炙热。这小丫头不得了啊！林初一被盯得直皱眉。是丹药，不是仙药，对症下药而已，没那么神奇的。非也，炼丹之术早已成了传说，这是你的造诣，我等望尘莫及呀！林初一果断地出了屋子，再不走，估计2个老头就该问他丹药是怎么炼成的了。齐大夫的确很好奇，但看人家孩子表现出的拒绝太过明显，又有林永峰在，到底没拉下脸。顾太医却觉得没事儿，来日方长，只是告诫林永峰这事儿得瞒住了，不能向外泄露半分。若是让别国知道有这么个会炼丹的人存在，年龄还这么般小，东林怕是保不住他。林永峰这才从闺女带来的震撼中回过神来，沉沉的点头。周易在旁听的直撇嘴，你们都想多了，那凶残的小丫头狠起来连鬼都害怕，谁敢打她的主意啊？10万大军一起上，估计都不够他祸害的。吴县令这会儿啊，终于是得空跟老国公见了礼，然后将2匹血汗宝马往这一扔，匆匆离开。毒已解，周老国公与林永峰闲谈了一会儿西北的事情，然后便借着准备回京城的由头，也准备带着周易与齐大夫离开了。马老太见人要走，赶忙出来招呼：“饭都做好了，不然吃了再走。”周老国公客气地拒绝。事情很多，容不得他们留在这儿。林永峰邀请他们一起赶路，也被祖孙俩给拒绝了。我们祖孙俩身上的麻烦太多，还是京城见吧。
届时我与义儿在京城为你一家接风洗尘。自己什么情况自己知道，周易也不想太麻烦林初一。林初一给了他几颗归元丹，让他们一路小心。周老爷子走时留下了一块玉佩，直言是给林初一的。老国公放下话，去京城后不管遇到什么麻烦，都可以随时去齐国公府求助，齐国公府的人绝不说二话。等人都走光了，林永峰坐在桌前与林初一对视，气氛不明，两人之间似乎有什么东西要一触即发。我不在的这5年里，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没发生什么大事，就是你闺女初一，她现在是神仙的徒弟。娘啊，你在瞎说什么？什么神仙徒弟啊？林永新和一帮小的默默地看了他一眼，就是后山山神的徒弟。对于师傅这个问题，林初一也没给他们讲清楚，所以家里人一直以为林初一的师傅就是后山的山神。林永峰扫了一圈，见没人搭理自己，是不是真出事了？家里养了妖怪。什么？林永峰脑仁更疼了。娘，大哥，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林初一咬了一口馒头，冲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大白招了招手，来，给我爹笑一个。林永峰一扭头，一只成年老虎般大小的黑狼一下就窜到了他面前。这个人挺眼熟啊，不是土匪山上的那个将军吗？怎么，原来是自己人啊？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狼，林永峰的心都提起来了。家里竟然有狼，这是家里养的？是不是大了点啊？家里日子这么好吗？想法呀千帆过境，一人一狼对视良久。就在林永峰渐渐松了口气时，就见大白突然一仰头，一声嘹亮的狼嚎吓了林永峰一跳，还以为大白认生是要扑他，没想到大白音调一转，突然一咧嘴冲他笑了起来。大白一带头，一旁的大黄也跟着张开了嘴。门口被吴县令抛下的2匹血汉一听到这个声音，立马跟打了个鸡血似的，打了个响鼻，脖子高高扬起，上下唇动了动，咧开嘴，露出2排齐整整的牙齿。林永峰的心跳差点就停了，他就走了5年多，怎么回来后家就不是原来那个家了？老太太怕儿子刚回来再被吓出个好歹，用眼神死死地压制住石头人，石憨子这才没跟着一起狂欢。林初一用实力告诉林永峰，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别聊其他的。你是个古人，难道不懂食不言寝不语吗？林永峰被吓着了，饭都没吃几口，方兰安慰了好半天才给顺匀了气。马老太感叹，这还将军呢，承受能力还不如他一老太太。晚上等到林永峰缓过神来，一家人又讨论起了去京城的事情。年呀是没法在家过了，谁去谁留都成了问题。林永新开春要下场，解释在府城举行，他要留下来考试，就不能随着一起去京城。林永平老实人一个，觉得京城那边什么都没安排好，就这么去啊有些不踏实，所以三房决定留下来陪林永新解释，考完再一起去京城。林家宝虽然想跟着，但他没离开过陈氏，陈氏也舍不得让他去。林永茂倒是想去，被林初一眼睛一扫，立马弱弱地表示他也留下来等着林永新解释过后再去。马老太这次也不跟着去，谁劝都没用，美名其曰啊是要留下来看看他们3兄弟。林永平和林永新他倒是不担心，主要是林永茂，免得没人拘着时又犯浑。不过方兰和林永峰却是知晓老太太这是还没做好面对方家人的准备。虽然当初那事儿不怪他，但夫妻连金有些事儿啊是说不得的。林永峰也不勉强，如此也好，他先把京城那边给安排好了，再接老娘他们过去。林初一特地找了林翠儿，问他要不要跟着一起去。不过林翠儿想了半天，给出的答案还是等下次。第二天一早，林初一抱了一堆贴了标签的瓶子放到床上，一一告诉马老太里面都是些什么丹药，都有什么作用，并嘱咐丹药不要外露，家里人吃就好，不要好心，不然啊可能会招来危险。林初一决定将大白和石头人带走，狼群和黄皮子们先待在后山，等他在京城找到容身之所，再将大部队迁移过去。这么安排也是有考虑的，后山是狼群和黄皮子的地盘，有他们在，马老太他们真要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就算是阵法破了，只要人躲进大山，有老黄皮子在，就没人能伤到他们。该收拾的就收拾了，早早的吃完早饭，林永峰决定即刻启程。一家人站在家门口眼巴巴的瞅，
马老太远远地看到了队伍中的林初一，冲他挥手，心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拉扯一样。随着军队动身，老太太的脚步也跟着往前迈了迈，随即赶忙转身，拿手去捂住已经湿润的眼睛，生怕再看一眼就会忍不住追上去，跟着一起走。到了村口，刘家父子已经早早地等在那儿了，满满一牛车的鸡鸭鱼肉啊，还有一些成袋的干粮，虽然不贵重，可都是些心意啊。路上远，能带就带一点。刘老爷子递过去的一个包袱，里面是家里做的粘豆包和糕点。知道你不能缺啥，都是点心意。路上远，都是自己家做的，也不值几个钱。谢谢刘爷爷。不谢不谢，不当啥。大柱叔和二叔叔能赶马车吗？能赶，我在县里做工时，给大户人家当过几天车夫。我也能赶，就是不太熟练。嘿嘿。我爹有圣旨在身呢，我们得先走一步。我四叔开春要下场，那平时不往村里来的，平日里麻烦大柱叔和二柱叔多帮村一些了。等我四叔解释结束了，我在京城等着你们。哎，放心吧，俩孩子在山上，我们平日也会多走动着点儿。林初一肯给两个孩子这场造化，他们已经够感谢了。真说起来，他们也没做啥，却平白得了那么多好处。且听林初一这话呀，这是要一直带着他们呢。老爷子心下激动，看来他们也要准备一下。这林家村待不久了。城门口，吴县令和魏知府早已经在那儿等着了。不管玉林山上的事儿，吴县令有没有出力，有林永丰掺和一下，功劳是没跑了。距京城路途遥远，又是天寒地冻，吴县令很是贴心的给准备了马车。趁着还没走，他让人将拉车的2匹马给换成了2匹汗血宝马。2匹汗血宝马拉车呀，就说得多奢侈吧。按理说呀，汗血宝马血统高贵，灵性足，野性也足，没有一匹千里马是愿意被束缚的。但人家就是很愿意啊，乐得直咧嘴。吴县令现在是一看到这2匹马呀就脑仁疼，扭过头去，眼不见为净。一行人继续赶路，队伍的行程还是被拖慢了。队伍里还有个重伤的幕府将军呢，不能骑马，顾太医也不给治，单独一个马车拉着的。竟然对将军的闺女动手，伤还能不能好不知道，恐怕就算好了呀，迎接幕副将的还会有更大的狂风暴雨。要问穆坚恨吗？当然恨，恨不得一把掐死林初一。但他身边除了林家军，自己的人就只有那么10几个。但穆坚做梦都想不到的是，在他想方设法的弄死林初一的时候，殊不知林初一也暗搓搓的盯上了他。队伍第一次在野外扎营，林初一吃饱喝足，又带着大白四处溜达。半个时辰后，他回来了，大白没回来，一只狼也没有人特地的留意他去了哪儿。结果大半夜的，就听幕间的帐营中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叫着叫着，突然就没了声。林永丰一惊，还以为有刺客，然而他刚准备起身，身边的林少泽就拽住了他的衣服。爹，他应该是做噩梦了，你去不合适，会惹娘不高兴的。你可长点心吧，娘本来就对你不太上心。林永丰搂着亲儿子，默默无语，2行泪呀。儿子，原来你也看出来了。隔壁帐篷的方兰也醒了。你就使坏吧，再把人给直接吓死。第二天一大早，天蒙蒙亮，简单吃了点东西，军队收拾收拾继续赶路。可怜的穆坚，据说早上是被人从帐篷里给抬上马车的。林永丰也不想去问，倒是顾太医去瞧了一下，给把了脉，说人就是受了点惊吓，跟那一身伤相比啊，算不得什么。媳妇儿孩子都在身边，林永丰也不着急，怕方兰和2个孩子身体受不住。天气稍微有点不好，林永丰就让人停下来扎营。就这么走走停停，又赶了7、8天的路。大白照旧会在晚上去穆坚的帐篷里待一会儿，啥事都不干，就冲人各种笑。这么多天，将士们白日里看大白久了都习惯了，可穆坚看不到啊，每天夜里睡着睡着就是一声惨叫。刚开始还有人去看看，时间一长啊，就连那10几个穆家军都不耐烦了，10几个人开始轮班，听到叫声出去2个象征性的看看就算了。后来觉得穆坚行动不便，露宿时得抬下马车，一大早还得往上抬。
穆家军一合计，不然夜里就待在马车上休息吧，被子铺得厚一些，反正都一样。穆坚也咬牙答应了。穆家军每天轮流给穆坚进行心理疏导，告诉他那就是将军夫人家养的一只狼，就只是一只狼而已，用得着每天都吓成那样吗？穆坚心里叫苦，狼不可怕，可怕的是那只狼每天半夜都瞅着他笑啊，那一举一动跟人一模一样啊。不过时间一长，见的次数多了，有了心理准备，就没那么怕了。穆坚满心怨恨，觉得那只狼一定是方兰指使，让每天晚上去吓他呢，为的呢就是要所有人都看他的笑话。还有那个顾太医竟然拒绝给他医治，蛇鼠一窝的东西。真以为穆家没人了，他就没有后台吗？穆坚咬牙，一切等着回京后再说。他就不信方家真能只手遮天。可让穆坚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他终于习惯能够对大白的突然出现熟视无睹的时候，嘿，林初一换人了。一个月朗星期的夜晚，所有人都熟睡在档口，守夜的将士刚有点睡意，就听穆坚所在的马车里突然传出一声不似人类的惨叫，伴随着哗啦哐当一声，吓得几人瞬间清醒，往马车的方向看了看，随即打了个哈欠，将目光移向了别处。马车附近的帐篷里出现2个满脸不耐烦的穆家军，刚安生2天又开始了。只见马车一阵晃动，然后眼睁睁地看到穆坚大喊着从马车里滚了出来，披头散发，衣冠不整，跟个女鬼似的。鬼，有鬼，有鬼啊！穆坚都快疯了，一觉睡醒口渴了。就在他心情烦躁，想要挣扎着坐起身的时候，打旁边传来个僵硬的声音：你醒了。你是谁？什么人？话问出口，车厢里却沉默了很久，久到穆坚都以为自己是不是睡得太久出现了幻觉。就在他刚要松口气的时候，马车的窗帘被慢慢的掀了起来，月光倾洒之下，石头那黑洞洞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穆坚。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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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坚的心脏一紧，瞪大眼睛，一口气没喘上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支撑着他，憋了半天竟然没吓晕过去。一声惊叫，使出了全力，直接滚下了马车。但极不幸运的是，头先着的地，砰的一下，只来得及发出那一声尖叫，落地后眼睛一黑，到底还是昏了过去。穆家军的2人都无语了。然而等到他们掀开车帘去看时，里面哪有什么鬼不鬼的，连个多余的物件都没有。当然没有了，此时的石头人早已经回了林初一的帐篷。别忘了，人家不仅能说话，还能随意的变换大小。林初一将石憨子收进了空间，默默给他点个赞，干得漂亮。穆坚旧伤未好，又添新伤，第2天醒过来后，人都有些精神分裂了，直嚷嚷着身边有不干净的东西，一个劲儿的要见林永峰。方兰给俩孩子热了点吃的，凉凉的瞥了林永峰一眼，意思很明显，你可以去一下试试。林永峰当然不会去了，不过方兰娘仨的态度让他有些心堵，总感觉自己像个外人一般。林永峰没去见穆坚，林初一去了。我要见将军。建州，你来做什么？林初一瞥了他一眼，一巴掌就甩上去了，一点都没惯着他。建州，你敢打我？不行吗？打你还得看日子呢。小建州，我要杀了你！穆坚挣扎着就要坐起身，手狠狠地朝着林初一挠去，可惜扑了个空。气怒交加，又是重伤之下，一口老血蓦地喷出了老远。哎，你可忍着点，本来就没人愿意搭理你了，你再碰到失血过多而死，到时候说你重伤不治，别人也不知道，你这个死得不得其所呢。穆坚一听，喉咙一甜，又是一口鲜血吐出，浑身颤抖，眼睛都快喷火了。要不我给你翻个桶接着冻一下，晚上让我娘给你做血豆腐吃，我娘手艺可好了。贱人，贱种，你跟你娘都是贱种呢，脸皮真他妈厚呢。哎，你那么喜欢给人当小三呢，你爹知道吗？你祖宗知道吗？我劝你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我爹就算是个蚂蚱，那也永远蹦跶不到你这根杂草上呢。刚走到马车边的林永峰听得嘴角一阵抽搐。闺女，我谢谢你这么相信我。他是听说林初一来穆坚这儿才匆匆过来的。林永峰怕穆坚狗急跳墙，对林初一不利，
没想到闺女一直占着上风呢，还骂着，果然他就不该来。可既然来了，该听的也听到了，他就不允许他人侮辱他的妻女。贱人！林永峰一把扯开了车帘，脸色阴沉地看着面目狰狞的穆坚。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将军，将军救我！初一啊，你先回去。我要是不呢？不回去就算了，你下来，我有话问他。林初一从马车里跳下来，望着林永峰的目光全是嫌弃。你倒是翻脸呀！你翻脸，我就能光明正大的收拾你了。亲爹不知道自己幸运的逃过一劫，他目光沉沉地看着马车里的穆坚。这些年我派人送回去的信件被拦，银钱被调包，是不是你做的？哼，这还用问吗？他想给你做小妾呢，你难道真看不明白？你是哪只眼睛瞎掉了？用不用我给你看看呀？不是的，将军，没有那回事。我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情来？给嫂子送信的都是你的亲信，我哪有那个权利？嫂子，好大一个妹妹呢。闺女啊，你让爹说两句行不？就说两句。是不是现在都不重要了，但你2次意欲杀我女儿，还辱骂我的妻子，我林家军里可容不下你。将军，不知者无罪，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我是穆家唯一的后人，你既然接手了穆家军，你就不能不管我的。我去，谁他妈给你那么大的脸啊？买你的猪还买你的圈不成啊？我就是告诉你一声，你意欲杀初一，所有的林家军都可以作证，入京后按军法处置。说罢，林永峰放下了车帘，抬脚往回走。大年30这天下了雪，明年会不会是个好年不知道，但这年总是要凑合着过一下的。林永峰让人寻了处小村子落脚，不过窘迫的是林爹兜里没银子，还是林初一大方了一回，200两拿去，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林家军看着林初一的眼光直放光，哎妈，将军的闺女比将军大方呀，一给就是200两银子呀。正月16这天，一行终于到达了京城。恭迎林将军打胜仗归来。林永峰要进宫，让人带方兰娘仨去他的京城的府邸。朱红色的正门大开，门匾上将军府3个大字气势磅礴，正3品。林初一表示很满意。见过将军夫人，见过大少爷，见过大小姐。方兰微微点头，虽然一身衣服并不奢华，可她身上坦然的气质让几个下人都吃了一惊。那浑然天成的高贵似乎就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接下来的流程就简单了，赐名，能被赐名就代表这几个人被主家认可了，可以继续留下来。镇国将军府，老爷夫人，到了，林家军进京了，四小姐回来了。回来了，我儿回来了。回来就好，那小子我果然没看错他。你还敢说？要不是你个老糊涂。唉，算了，事已至此，多说也无用，总归是回来了。娘，您别这样，小妹回来是好事呢，您还是好好想想，该给您外孙和外孙女准备些什么见面礼吧。我跟二弟妹可是都早就准备好了呢。那丫头倔呀，也不知道俩孩子随没随她那个倔脾气。唉，希望她别怨我这些年心狠才好啊。怎会呢？小妹什么性子，您又不是不知道。家里发生了这些事，她会理解的。方老爷子不愿聊这些，想着林永峰这会儿子进宫回来，天都该黑了。今天应该是见不到人了，管家去下帖子，明天来，明天一早就来。老夫人觉得是不是太急了些？这刚到京城，人都还没休息好呢，那将军府连个能使唤的下人都没有，还不如回来休息。总归兰儿以前的院落一直让人打理着，干干净净的，人来了就能住下。
方兰在收到镇国将军府下的帖子后，就一直魂不守舍的。一想到明天就能与多年未见的家人相聚，他的心就跳个不停，盼相见。真到了这个时候，又生了气。林永峰从宫里回来后，得知了这事儿，也只是劝方兰放宽心。既然方家那边着急见面，定然是念得紧。若是怪，就不会急急的下帖子，而是等着他们上门了。哎呦，我的老天爷！威猛大将军的妻子，竟然是镇国将军府丢失的四小姐。谁说方家没有继承人了？这不现成的吗？林初一刚踏进府里，就皱起了眉头。世代从军的人家，叔叔该是有一股浩然正气才是。方家世代皆是良将，按理说，这府里就算没有军魂守护，气息也不至于这么污浊的。难道方家这一代的苗歪楼啦？出了什么花天酒地的混账玩意儿？兰儿，母亲，女儿不孝，女儿回来了。我的兰儿啊，你受苦了。不苦，母亲，女儿不苦，是女儿错了，是我错了。娘，地上凉，别让小妹跪着了，先进屋，爹和镇国都等着呢。啊，快起来，地上凉，咱们进屋说，进屋说。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把林初一和林少泽都看呆了。两人齐齐转头去看浑身不自在的林永峰，想象着当日父子父女相见的场面，然后自动代入了一下。哎呦，我去吧，浑身发麻有没有？我是林初一，外祖母你好。我是林少泽，外祖母你好。还没吃饭呢吧？祖母给准备了点糕点，咱先吃点垫垫，已经让厨房去准备了，一会儿就能吃饭了啊。老夫人笑呵呵的一手搀着一个进屋了。老爷子看到方兰那张脸后，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却硬是将目光放到了走在最后面的林永峰身上。回来了，回来了就好。老夫当年果然没有看错你呀。爹，女儿回来了。岳父，我将兰儿给您带回来了。都起来，别跪着，地上凉。这是初一和少泽吧？都长这么大了。外祖父你好。外祖父你好。好，都好。我瞧着小妹还是没变呢，看着竟比以前更有灵气了。是啊，小妹随娘在家就招人稀罕。大哥，你的腿怎么了？几年没见，方振国沧桑了许多，眉宇间还有淡淡的颓废之感。没事儿，从马上摔下来受了点伤，不要担心。受了点伤？二哥呢？还有二嫂和幼儿，怎么没见到他们？提起方振远，老夫人眼中闪过一丝黯然。振远替你大哥去了边疆，你二嫂她幼儿这几日不舒服，你二嫂陪着她呢。二哥去了边疆？方振远自小走的是经商路，他去了边疆，那……大哥，你的腿伤了有多久了？久没有请太医过来看看？家里出事了，对不对？父亲母亲到底出什么事了？方兰看着方老爷子身上的散漫，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猜测。老爷子年过半百，一生戎马，如今的精气神儿却还不如家里的马老太。屋子一时间沉默了下来，似乎谁都不愿意提这些事儿。你跟妹夫刚回来，就先别提这些事儿了。娘将你以前的院子收拾好了，你们就先住下来吧。林府那边让你大嫂拨些人去收拾，该添置的添置，等归置好了再回去。是呀，有的是时间聊那些事儿呢。爹和娘一早等你们，都还没吃上一口饭呢。厨房那边还是娘亲自吩咐的，都是你以前最喜欢吃的菜，咱旁的呀先别提了，咱们一家子好好聚一聚。徐氏冲一边端着托盘的小丫头招手，从托盘里拿起一对镶着白玉边的金玉手镯和一套紫荆木做成的毛笔，分别给了林初一和林少泽。大舅母这次第一次见着你们，以后缺什么就来跟舅母说，舅母都给你们添置了。
林初一手上套着一对白玉金镯，漂亮还值钱，嘴角微扬，转头看了他娘一眼，将小手伸进了胸口，然后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掏出了一颗婴儿手臂那么粗的人参递了过去。喏，礼尚往来，给徐氏吓了一跳，看着林初一的小身板。话说这么大颗人参到底是怎么从胸前掏出来的？见他没动作，林初一绷着张脸又往外掏了一颗。这是我弟弟的，我帮他一起给了。徐氏都不知道该说啥了。长者赐，舅母怎么能收你们的东西呢？林初一怀疑地看着这位大舅母，你确定不能收吗？接着又瞟了他娘一眼，抿了抿唇，竟然又给塞回去了。方兰也不知道该说些啥，被这熊孩子一打岔呀，刚刚那股子不安都不知道去哪儿了。还是方振国给自家媳妇儿解的围，他送的是2把玄铁打造的匕首，削铁如泥，锋利无比。林初一眼睛一亮，很明显这礼物送到他心坎上了。林少泽也咧着嘴乐，谢谢大舅舅。方老夫人给的是一对长命锁，寓意长命百岁，还给林初一单独准备了一些金银首饰。轮到方老爷子的时候，老爷子有些窘迫地摸了摸鼻子。本来老爷子挑的也是武器，但考虑到孩子还小，又被方老夫人指着鼻子骂了一通，就给换成了一套御赐的文房四宝和一把收藏了多年的古琴。不过老爷子觉得俩孩子随了方家人的血性，对兵器之类的比较感兴趣，有些后悔，早知道就不换了。不过无妨，想要就跟他说一声，家里有个专门的武器库，等孩子大了可以随意进去挑。谢谢外祖父。林少泽怀里抱着一套文房四宝，小脸上满是兴奋，心里想的却是等他四叔来了就送给他四叔，家里就那一个读书的料。总的来说有礼物收，又不用自己往外掏，林初一心情还是极好的，连带着看着他爹都顺眼了几分。我方家世代为将，战场上多少次生死一线，家中女眷的那份日日揪心，我可太明白了。唉，事已至此，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希望你在战场上拼命的时候，能够多想一想，家中还有妻子老小在等着你回来。祖母不用担心的，爹要是在战场上出了意外，我娘就又成你闺女了。你把她接回府，想怎么疼就怎么疼。凭2个将军府的实力，难道还养不起我娘吗？届时我都该长大了，娘要是觉得京城待着不舒服，我和姐姐就带着娘和外祖父外祖母归隐山野，怎么开心怎么过。好好好，祖母知道了。被强行出意外的林爹就挺突然的，自家孩子连他死后的日子该怎么过都想好了。方兰也无奈地笑了笑，丝毫没感觉到自家夫君心里的悲伤早已经逆流成河了。母亲，我去看看佑儿跟二嫂吧。佑儿她怎么样了？顾太医跟着我们一起回来的，明日还是请他来府里给大哥和佑儿看看。说起这个，方老爷子几人面上一顿，又都不说话了。爹，到底怎么了？佑儿病得很严重吗？这些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天儿不早了，让下人去准备饭菜吧，别饿着孩子。等吃完了饭，你要去看就去吧。其实方兰心里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他大哥成亲近16载，他走那会儿大嫂就一直没怀上孩子，这么多年过去，难道还没有孩子？怎么没听大哥大嫂提起过？但想到这么问的话有些太过突兀了，还是私下找机会问一问他娘的好。对了，三哥呢？振兴在兵器库当值，职位比较重要，一般不回来。不过我昨天让人去通知他了，知道你们回来，他今天应该能回家。温管家前来禀报，饭菜已经准备好，可以移步饭厅了。走吧，去吃饭，一切等吃过饭再说。镇国将军府的大厨那可是皇上赐的，手艺老好了。结果就是林初一吃欢了，林少泽吃撑了，筷子一放下，方兰就迫不及待的要去看看方承佑。自从你跟你爹走后，家里就起了变故。唉，佑儿也出了事儿，你在乡下虽苦了点儿，但好歹也能保住条命啊。母亲，你也别怪我当初不管你，
方家揽的权太大，我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将你放在乡下也是对你的一种保护。永丰这孩子不错，苦一点儿也比回京后丢了命强啊。是皇上吗？方老爷子摇头。这件事儿说来话长啊。就在这时，一种尖细古怪不似人声的叫声从前方的院落里传出，震得众人心中一颤。跟着就是一个焦急的声音：幼儿，幼儿快回来！幼儿听话，娘陪你，你不能出去啊！众人对视一眼，脚步下意识快了些。就在一行人快要到院门口之时，一个身影突然从院子里窜了出来，头发凌乱，像只动物般四脚落地，尖叫着冲着最前面的方正国就去了。林永丰一惊，赶忙将人往一边推去，险险地躲开了。等那东西落地，这才看清，居然是一个10多岁的小男孩，身形枯瘦，面容狰狞，弓着身子，四肢着地，呲着牙，像头野兽般警惕着看着众人。林初一都惊了，这就是他传说中的大表哥吗？多少有点不像人呢。